蓝忘机过了好久才开口：“你别闹了。”脸色终于缓和了些。魏无羡微微松了口气，他知道蓝忘机心里必然难受，他修为那么高，那么厉害的人，竟然会死在夜猎里，也难怪他不想跟魏无羡细说，更别说在死后还和魏无羡这种十恶不赦的大恶棍沦落到同一个地方。蓝忘机一时半会儿如何接受得了？可是魏无羡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安慰他。他想起生前给蓝忘机送白兔，蓝忘机嘴上说不要，却还是板着个脸收下。他送过蓝忘机那么多东西，大多都是舔着张脸硬塞给人家的，只有这白兔是蓝忘机主动要过去的，想必他心里一定是对兔子喜欢得很，所以魏无羡才想着变兔子，一面捉弄蓝忘机，一面也想逗他开心会儿，却还是弄巧成拙。魏无羡转过身，背对着蓝忘机，过了一会儿又转回来：“蓝湛，看我。”蓝忘机看过去了，只见魏无羡嘴唇上突然多出2道黑油油的胡子，正有板有眼地摸着胡须，把声音压得又低又浑：“去，把上一篇和李泽篇抄10遍。”接着又换回他欢快的嗓音：“怎么样，像不像蓝老？哦不，你叔父，哈哈哈哈哈！”这日，魏无羡提起一传魂术，此术有2套阵法。施术者若想与他人魂魄相见，就在地上做正向阵法，躺于其上，并在身上放上能联系2人的物件，便可在须臾间魂魄出体，去到那人魂魄的所在处。之后施术者魂魄若欲回归肉身，便先回到自己肉身旁，再做此术的反向阵法。魏无羡问蓝忘机：“是否听说过此术？”蓝忘机不置可否，把头别到一边去：“也是，这种西域邪术，你们蓝家定是不会教的。还好你碰上了我，这些歪门邪道我懂得最多。怎么样，蓝湛哥哥，我要成你救命恩人了。”魏无羡脸色端正了些，继续道：“这传魂术的2套阵法一般合起来用，施术者先做正向阵法引魂出体，之后再做反向阵法，便可魂归肉身。但其实分开用也是可以的，要帮你还魂，我们就直接去你肉身所在处做反向阵法。此法操作并不算难，对我来说更不在话下，只是他要求肉身完整无损，可大多数人死时肉身多少都有残缺，所以很多刚死的人想用此法复活，肉身却达不到要求。而你嘛，你刚来时我就观察过了，你肉身应是极为完整的，所以用此术绝不会有差池。”蓝忘机沉默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你如何知道我肉身完整？”这还不简单，你衣物完整，说明你肉身并未受损。说来稀奇，我在这来来往往见过那么多鬼，如你这般死得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的，我还从未见过。未必是你们蓝家当真天赋异禀，死都能留个体面。魏无羡说着微撩起上衣衣摆，微微一笑：“像我这样死时肉身碎得连渣都不剩了，是再也还不了魂的。”蓝忘机猛地睁大眼，牢牢盯着他腰腹那片血肉模糊，许久不说话，仿佛是要对他伸出手。魏无羡连忙合上衣服，蓝忘机收回手，垂下眼睛，睫毛微颤。2人都不说话，连一向话痨的魏无羡都找不着话茬了。倒是蓝忘机先打破沉默：“疼吗？”“当时应该是疼的吧，不记得了，死了就没感觉了。”“魏婴，我……”魏无羡急忙开口：“真的，现在一点都不疼，就是难看了点。哎呀，都别再提了，过去了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做鬼比做人适合我多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是夷陵老总呢？”那边蓝忘机却直直望着他，望得他只能把头扭到一边，不敢迎上他的目光。终于，魏无羡叹了口气：“蓝湛，你不必这么看着我，又不关你的事。”顿了顿，又继续道：“是我自找的。”蓝忘机突然开口：“不是。”魏无羡不想再听他说下去，连忙话锋一转：“怎么又在说我的事？怪我，都是我说话没重点，老跑偏。我是想问，你可还记得你肉身在何处？”等了许久，才等来蓝忘机的回答：“不记得。”“真不记得？再好好想想，比如你那时是在哪儿夜猎的，总还是记得些什么吧？”蓝忘机摇头。魏无羡急了：“这么人命，哦不，鬼命关天的大事，蓝湛你倒是好好想想啊！”蓝忘机再道：“不记得。”魏无羡捧着下巴：“
怎么办呀？这可愁坏本老祖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比起御剑，只好不坏。说着，魏无羡摊开双臂，翘起小腿，身体自然而然飘起来，在空中转了个身，面向蓝忘机。看吧，很好玩的，你就试试嘛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如走尸一般伸直双臂，手掌还向下耷拉着，神情十分复杂，看得魏无羡在半空里笑哈哈。自从蓝忘机学会触灵术，魏无羡就一心想教他飘。两个鬼魂想要相触，必须双方同时使上触灵术。之前蓝忘机不会触灵，魏无羡便死活碰不到他。现在他总算能碰着蓝忘机了。要是蓝忘机飘的姿势不对，他还能手把手纠正他。此时不学飘更待何时？并非所有鬼都会飘，也并非所有鬼都得飘，只要脚还在，都能如活人一般行走。可魏无羡就是想看一本正经的蓝忘机伸直双臂在空中飘的样子，真是想一想就好玩。蓝湛，你也太没劲了。魏无羡第10次引诱未遂，灰头土脸地趴倒在地，对着忙着搬家的蚂蚁深沉道：不会飘的鬼声还有什么意义？魏无羡抓起一叠符箓就往袖子里塞，背上背着口脏兮兮的黑锅，刚要出门便听见身后蓝忘机的声音：去哪啊？魏无羡只说他要去搞面镜子，说完就想撒腿离开，却被蓝忘机问得穷追不舍，只好实话实说。他要搞的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，是可以通灵的邪镜，映照魂魄便能显出该魂的肉身所在。他不愿告诉蓝忘机，毕竟这终归是鬼道之术。过去射日之争时，蓝忘机每每看见魏无羡捣鼓他那堆怨气深重的破铜烂铁，就没给过他好脸色看。现在虽是为救蓝忘机才设鬼道，魏无羡也不愿让他为难，逼他在痛恨邪魔外道的原则和自己性命中选。他被瞒在鼓里自然是最好，可蓝忘机逼问的紧，魏无羡也只好一一招来。蓝忘机道：你要帮我找肉身？是啊，你这一直记不起肉身在哪，说不定是夜猎时记忆有损，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等你想起来吧？你还是得尽快回去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待在这种地方。你是不知道，这儿晦气重的根本不是人，哦不对，根本不是鬼能待的。蓝忘机静静道：可你也待在这里，我能跟你比吗？为何不能比？这地方可不就是我这种鬼待的。蓝忘机刚想反驳，却被魏无羡抢了先。再说了，我在这儿带着一帮小鬼崽子种土豆酿酒，活得潇洒自在，你行吗？蓝忘机不说话了。可是说白了，魏无羡就是没法想象蓝忘机死，更没法想象他死后就落到这么个下场。光是想想就浑身不自在，觉得非得做点什么来拨乱反正才好。这时蓝忘机开口：我与你同去。魏无羡怔了怔：真的？我可先说好了，蓝湛，我是要使邪术的，到时候你可别又不高兴。再说你元神尚且不稳，去人间很危险的，不如在这好好歇着，我派个小鬼抓兔子给你玩啊。蓝忘机只坚持道：我与你同去。魏无羡拗不过他，只得一边犯嘀咕，一边往蓝忘机身上贴凝元符。待在人间的鬼魂，若无符咒蔽体，又非是本就囿于人间的游魂，几日之内便将元神幻灭。魏无羡生前鬼道功力深厚，死后元神也远比常鬼稳固，1-2张符便能护他无恙。可蓝忘机哪有这做鬼的天赋？魏无羡往他身上贴了一圈还嫌不够，又在他腿上贴了2张，琢磨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甘心作罢。贴好凝元符，二人便上路了。凝元符时效只有短短数日，魏无羡得尽快寻得2种材料：赭铜做镜体，山魈眼珠做点缀。山魈眼珠倒是好寻，随便一片山林都有山魈出没。可这赭铜，魏无羡只记得生前忙里偷闲治风邪盘时，曾在靠近夷陵的襄阳城寻到过。那儿有一谢氏家族，在当地是显赫的仙家名门，府邸富丽堂皇，藏宝万千，在洞庭一带素有小温室之名。魏无羡生前便不喜谢氏那铺张做派，当初为寻赭铜，当起梁上君子来也心安理得，不觉罪过。可他总不能让蓝忘机也跟着自己去做偷盗之事。况且这仙府不比寻常人间，对鬼怪也是防御有道。
魏无羡自己倒能见招拆招，可蓝忘机如何抵挡得了？魏无羡想得出神，步子也越迈越快，回过神来才想着回头，却见蓝忘机已经被他甩出好长一截，走得格外缓慢。他顿觉愧疚，平时一个人走习惯了，从不照顾他人步子，老是走得飞快，却忘了这时身旁还跟着个刚做鬼没2天的蓝忘机。魏无羡倒转回去，细细打量了一番蓝忘机脸色，又去翻看他身上符咒，问道：“是不是不舒服了？”